坐在这个位置上，看着伯克希尔的账户里躺着数千亿美元的现金，看着台下几万名从世界各地飞来的信徒，听着哪怕是我咳嗽一声都会被解读成某种市场信号，这很容易让人产生幻觉。人一旦老了，富有了，就容易忘记这一切到底是怎么来的，容易把运气当成能力，把时代的红利当成个人的英明。但我有个习惯，一个让我能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的习惯。我经常逼迫自己做一个极端的，甚至有些残忍的思考实验。哪怕是现在在这个年纪，我也会闭上眼睛，想象明天早上醒来，世界完全变了。我不再是查理芒格，不再是那个受人尊敬的副主席。我的豪宅没了，我的股票账户归零了，巴菲特不认识我了，我的那些富豪朋友，社交圈子通通切断了。我回到了25岁，但这还不够，还要更惨一点。想象一下，我躺在洛杉矶一间破旧潮湿的出租屋里，墙皮脱落，隔壁住着酒鬼，口袋里只有几百块钱，但这几百块还得留着下周交房租。我背着沉重的学生贷款，没有名气，没有背景，就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常说的，我是个彻头彻尾的输家。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尤其是那些眼神里充满了焦虑和贪婪的年轻人。他们挤破头来到奥马哈，把麦克风递到我嘴边，期待我说出什么神奇的咒语。他们期待我说，哦，孩子，你应该马上去借钱，用100倍的杠杆去做空某个泡沫，或者抓住下一个像比特币一样的风口，然后像1973年那样一夜暴富。一夜暴富，哼！如果我这么回答，那我不只是在骗你，我是在给你喂老鼠药。听好了，如果我真的1分钱都没有，第一件绝对不会做的事就是去买股票。我连股票行情软件都懒得看一眼。为什么？动动你的脑子。因为投资是有钱人的游戏，是资本的游戏，核心逻辑是用钱生钱。你没钱，你凭什么去赚钱？拿你的命去赌吗？我见过太多像大卫一样的年轻人。哦，大卫是个虚构的名字，但你们身边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身上就几千块钱，连3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却整天幻想着靠炒股翻身。他们每天盯着那几根红绿线，心情像过山车一样。赚了200块就觉得自己是巴菲特转世，亏了200块就吃不下饭，甚至想去跳楼。这不叫投资，这叫赌博，而且是必输的赌博。如果你在没有本金的时候进入股市，你不是在做价值投资，你是在为市场的波动性买单。对于穷人来说，股市不是提款机，而是绞肉机。因为你没有本金，你的风险承受能力为0，你的心态从一开始就是扭曲的。你急于求成，你不能接受时间成为你的朋友，你希望时间缩短，最好明天就兑现。但在福利的世界里，时间是核心变量。你这种心态还没开始就已经输了。所以如果我现在25岁一无所有，我会彻底忘掉股票，忘掉复利，忘掉什么资产配置。我会非常平静地对着镜子里的那个穷光蛋说，查理，你现在没资格谈资本，你就是个劳动力，但我绝不会慌。哪怕我此刻身处阴沟，我也知道怎么仰望星空。虽然钱没了，但我脑子里的那套操作系统
那些经过几十年的商业实战检验过的思维模型还在。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钱从来不是去追来的，而是被吸引来的。只要我能重建这个吸引系统，财富就会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一样，不可阻挡地回到我身边。这可能需要5年，可能需要10年，但我一定会扭转局面。这不是盲目自信，这是基于对物理学和经济学基本规律的深刻理解。想在10年内从零翻身，你必须摒弃所有走捷径的念头，你必须像个苦行僧一样严格遵守，甚至有些违背人性的去做3件最基本的事。大多数人一辈子平庸，就是因为他们总是试图跳过第1步，直接冲向第3步。现在让我把这第1张王牌，也是最被低估的一张牌，狠狠地拍在桌子上。世界的本质是混乱。如果我明天一无所有，我做的第1件事听起来可能极其无聊，甚至像是在给资本家唱赞歌，但这恰恰是所有白手起家的人心照不宣的秘密。不是去找风口，不是去混人脉，不是去搞什么所谓的个人品牌，我要做的事叫做销售。但你先别急着翻白眼，以为我要让你去大街上推销吸尘器。确实，当你一无所有时，你必须清楚自己没有资本去买入资产，你只能卖出你自己。但大多数人卖自己的方式太低级了，他们卖体力，去搬砖，去送外卖，或者卖时间，坐在办公室里摸鱼熬到下班。这是最底层的卖法，只能换来温饱。如果你只是出卖时间和体力，你永远只是一个可被替代的成本项。要想翻身，你必须卖一种极其稀缺、极其昂贵的产品，那就是确定性。让我们借用一点物理学的概念。热力学第2定律告诉我们，在一个封闭系统中，熵，也就是混乱度，总是趋于增加的。看看你周围的世界吧，简直是熵增的最佳案例，充满了混乱、谎言、拖延和极度的不靠谱。装修工信誓旦旦说周3来修屋顶，结果拖到周5晚上还没来，电话也不接，最后编了个借口说车坏了。你的同事说好今天要交的报告，到了下班点还没个影，交上来也是错漏百出。你的老板承诺年底发奖金，结果到了年底变成了一张无法兑现的大饼。每个人都在让别人失望，每个人都在制造混乱。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很烦人，但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巨大的商机。当这个世界普遍不靠谱成为常态时，它就给了你一个巨大的套利空间。你不需要你是天才，你甚至不需要你有多聪明，你只需要在这个混乱的背景板上成为那个唯一的有序点。建立无监督的信任系统。如果我25岁一无所有，我会把自己变成一个制造确定性的机器。无论我做什么工作，哪怕是在超市当收银员，或者在律师事务所做最底层的实习生，我都会遵守一个铁一般的规矩：凡是经过我手的事，必须终结不确定性。这意味着绝对的死线意识，无论承诺什么，哪怕天塌下来，也要在截止日期前完成。如果无法完成，必须提前告知，而不是等到最后一刻给别人惊喜。零返工率，无论处理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别人来复查，我交出去的东西就是最终版本。闭环思维，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听起来很傻很累。现在的年轻人总想显得聪明，
有创意、有个性。他们觉得靠谱这个词太老土了，像个只会干活的老黄牛，愚蠢，简直是愚蠢至极。在商业世界里，靠谱才是最高的智慧，因为商业的本质是交易，交易的基础是信任，而信任的源泉就是确定性。经济学里有个概念叫交易成本。如果你是一个不可靠的人，我要用你，我就得花时间监督你，花精力检查你的工作，花心思担心你会不会搞砸。这些都是我使用你的交易成本。如果成本太高，哪怕你能力再强，我也不会用你。反过来，如果你能让我完全放心，让我晚上睡个安稳觉，让我把事情交给你之后，就可以彻底把脑子里的这部分带宽释放出来，去想别的事儿，那么你对我来说就是无价之宝。在这个充满了随机变量的人才市场上，如果你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常量，你就拥有了护城河。你的老板、客户会发现，不用你，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得一团糟。信任是穷人唯一的原始资本。我年轻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说实话，我不是那里最聪明的律师，有些家伙脑子转得比我快多了，名校毕业，履历光鲜，但我敢保证，我是合伙人最放心的律师。如果合伙人问我案子的进展，我绝不会说大概、可能、或许吧。我会告诉他确切的状况，潜在的风险在哪里，我准备了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包括 Plan A 和 Plan B。 我从不让意外发生。如果真的有坏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他，而不是试图掩盖这种能力，让我在没有背景、没有资源的时候迅速赢得了信任。这种信任有什么用？它能撬动比你个人能力大得多的资源。你的老板会把最重要的客户交给你，因为他不敢交给那个聪明但不靠谱的家伙。你的客户会把最大的订单给你，因为他知道你不会坑他。最好的机会会优先流向你，因为大家都想和一个确定性合作。这就是所谓的无缝的信任网络。我们伯克希尔、哈撒韦能赚这么多钱，我和沃伦能在这个市场上活这么久，不是因为我们要么有多么绝顶聪明，虽然我们确实不笨，而是因为我们特别靠谱。如果你把钱交给我们，你知道我们绝不会拿去胡乱投机，绝不会为了短期业绩做假账，绝不会把你的钱装进我们自己的口袋。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建立起这种让别人敢把身家性命交给我们的信任。对于一无所有的人来说，信任是你唯一的杠杆，它比钱更珍贵，因为钱可以贬值，但信誉只要你不亲手毁掉它，它就会像滚雪球一样，不仅保值，还能带来巨大的溢价。所以如果你想扭转局面，第一步立刻停止抱怨，停止觉得自己怀才不遇，问问你自己，你是那个确定变量还是那个随机变量？如果你经常迟到，经常食言，经常找借口，那你就是随机变量。在资本的眼里，你是风险，是成本，是一个需要被优化的对象，也就是被裁员的首选。如果你守时精准，言出必行，你就是一个确定的变量。在资本的眼里，你是资产，是护城河，是稀缺且值得支付溢价的商品。我不去想怎么赚100万，我只想把这件小事做到极致。我要用这份靠谱换取我在这个社会里的信用评级。
这个评级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决定了你的天花板。当你通过卖出确定性赚到了第一笔钱，或者获得了第一次晋升，甚至仅仅是得到了一位高人的认可时，恭喜你，你已经迈出了扭转局面的第一步。但这还不够，靠谱只能让你在这个残酷的社会里活下来，拿到一张入场券，它不能让你变富。要想实现指数级的增长，你需要在这个地基上盖起第二层楼。这层楼将决定你是一辈子当个高级打工仔，还是能积累出改变命运的核武器。接下来的事会更加反人性，甚至会让你的朋友们觉得你疯了。消费主义的甜蜜陷阱，当你像个苦行僧一样，通过极致的靠谱和努力，终于在银行账户里看到了一笔可观的数字，也许是5万，也许是10万。这时候你面临的危险比你身无分文时大100倍。在这个阶段，现代商业社会最庞大、最精密、最无孔不入的机器开始针对你运转了。这台机器叫做消费主义。无数聪明的大脑、心理学家、数据分析师拿着100万年薪，每天24小时就在想一件事儿：如何把你口袋里那点刚捂热的钱掏出来。他们会告诉你，你辛苦了这么久，该犒劳一下自己了。他们会给你看广告，开着豪车的男人拥有美女，背着名牌包的女人拥有自信。他们甚至发明了各种好听的词汇：生活品质、自我投资、精致穷。如果你听了鬼话，去换了辆新车，去租了个更高级的公寓，去搞了一次所谓的说走就在的旅行，那你就是个傻瓜。你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你不仅没有翻身，反而被打回原点，甚至更惨。因为你的欲望被撑大了，但你的资本却枯竭了。如果我25岁赚到了第一桶金，我会做一件极度反人性的事，我会立刻筑起一道高墙，把自己和消费主义隔离开来。听起来很保守，不，这是最激进的进攻。赚钱并不难，难的是守住钱。在这个满世界都想掏空你钱包的时代，抠门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顶级的战略防御。债务是现代奴隶制的枷锁在我的护城河里，第一条铁律，也是绝对不能触碰的高压线，就是极度厌恶债务。除了早年为了买房子这种资产，注意，是自住且能强制储蓄的资产。借过一点钱外，我这辈子几乎不借钱。对于一个一无所有却想翻身的年轻人来说，消费贷、信用卡分期、车贷这些东西不是金融工具，它们是枷锁。一旦你背上了这些债务，你就失去了自由。你不敢丢工作，因为下个月要还贷；你不敢拒绝老板的不合理要求，因为你怕被裁员；你不敢尝试新的机会，因为你没有缓冲期。你的每一次呼吸都在为银行打工，你把自己未来的时间廉价地抵押给了现在的一时快感，这就叫奴役。如果我重来一次，我会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信用卡债务。我宁愿穿旧衣服，宁愿吃最便宜的三明治，宁愿开一辆快报废的二手车，也绝不为了所谓的面子借1分钱。我想确保我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基于这是否对我的长期利益有利，而不是基于下个月的账单怎么付。机会成本，把钱当成生产资料，很多人存不到钱，
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型从根子上就是错的。他们把钱看作是代金券，一张100块的钞票，在他们眼里就是一顿大餐或者一件衣服。但在我眼里，钱是生产资料。当我手里有1万块钱时，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名牌包，我看到的是一支军队。这1万块钱是我的士兵，如果我把它花掉了，我就是亲手枪毙了我的士兵。如果我把它留下来投资出去，他们不仅活着，还会帮我招募更多的士兵，也就是利息和增值。而那些新招募来的士兵又会去招募更多的士兵，这就是复利的魔力。但在复利起飞之前，你必须保护好你的种子。这就是经济学里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机会成本。你在25岁时花掉的1万块钱，如果按10%的复利计算，30年后就是17万。所以你喝的那杯星巴克根本不是30块钱，而是你未来的300块，甚至更多。你买的那辆新车不是30万，而是你未来几百万的退休金。这种思维方式很痛苦，这意味着当你的同龄人都在享受生活，在社交媒体上炫耀时，你得像个守财奴一样过着苦行僧的日子。你得忍受朋友的嘲笑，忍受亲戚的怀疑，忍受内心想要及时满足的猴子本能。但我告诉你，这太值了。大多数人一辈子平庸，就是因为他们像个漏水的水坝，水刚积攒一点，就立马放掉。如果你想拥有巨大的势能，你必须关紧闸门，忍受水位上升时的压力，直到达到临界质量。临界质量与那个该死的第一个10万，为什么我这么强调前期的积累？因为财富积累不是线性的，它是指数型的。在指数曲线的早期，增长非常缓慢，慢到让你绝望。你存了1年的钱，可能还不如别人1个月的年终奖。你会怀疑人生，我这么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这就是最考验人的时候。你必须理解物理学中的临界质量概念。原子弹爆炸需要核裂变材料达到临界质量，飞机起飞需要速度达到临界值。在达到这个点之前，一切看起来都毫无变化，但一旦突破这个点，物理定律就会接管一切，产生爆发式的质变。我常引用我的老搭档查理·芒格的一句话：赚到第一个10万是最难的。这不仅是因为钱难赚，更因为在那个阶段，你的钱还太少，没法替你赚钱。你所有的增长都靠你自己出卖体力和时间，也就是线性增长。但是，一旦你咬牙挺过了这个阶段，当你攒够了第一个10万或者50万，情况就变了。这笔钱已经不再是钱了，它是你的分身。他不需要睡觉，不需要吃饭，不闹情绪，每天24小时为你工作。当这个分身赚的钱开始超过你工资的20%，甚至50%时，你就启动了引擎。如果我重新开始，我会给自己定个死规矩，在攒够足以改变命运的临界弹药之前，绝不放松，绝不犒劳自己。我会盯着银行账户，看着数字一点点增长，那种快乐比任何消费都让我兴奋，因为我知道那不仅仅是数字，那是我的赎身费，是我通往自由的门票。像狙击手一样投资，只打必中的猎物，从守财奴变身猎人好了。现在你通过出卖确定性赚到了本金，又通过苦行绅士的节俭守住了本金。
你的银行账户里终于躺着一笔像样的钱了，你是继续存着吗？不，存钱只是防守，投资才是进攻。但这时候大多数人又会犯蠢，他们觉得既然要投资，就要像电影里的华尔街精英一样，整天盯着6个屏幕，不停地买进卖出，听消息看 K 线追涨杀跌。如果你这么做，你就是个拿着机关枪乱扫射的傻瓜，子弹很快就会打光，除了留下一地弹壳，你什么也得不到。如果我重新开始，第3件事，也是投资中最核心的心法，就是当个冷酷无情的狙击手。投资界最贵的3个字就是做点什么。大多数时候，你最好的策略就是拿着现金，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这很难，但这正是赢家和输家的区别。华尔街的谎言与积极行动的谬误，华尔街那帮人会告诉你，你需要资产配置，你需要动态平衡，你需要每天交易。为什么？因为他们靠佣金活着，你如果不动，他们怎么收过路费？他们就像理发师，永远会告诉你该理发了。但对于我们这种想真正赚钱的人来说，频繁交易是毒药。泰德·威廉姆斯是美国棒球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他写过一本书叫《击球的科学》。他的秘诀是什么？他把好球区划分成77个小格子，只有当球飞进那块只有他拳头那么大的甜蜜区时，他才会挥棒。如果球落在边缘区域，哪怕裁判判他是好球，他也不挥棒，因为只有打那个甜蜜区的球，他才能打出全垒打。投资也是一样，在这个赌场里，没人拿枪指着你的头逼你挥棒，你可以站在那里看着几千个球飞过去。特斯拉涨了，我不懂，放过去。比特币翻倍了，我看那像老鼠药，放过去。AI 改变世界，太贵了，放过去。你可以一直等，等1天，等1个月，甚至等3年，直到有一天，一个球慢悠悠地飞过来，正好在你的甜蜜区，而且此时击球手，也就是市场，还在发神经，把价格压得极低。那一刻，你在全力挥棒，一击必中，寻找房间里的大象。那么，我在等什么机会？我在等那个房间里的大象，我在等那种大到你无法忽视，简单到连傻子都能看懂，概率高到你会觉得不买简直是犯罪的机会。这种机会多吗？很少，可能每隔几年才会有一次。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比如1973年的大崩盘，或者某些特定行业极度恐慌的时候。在机会出现之前，我会怎么做？我会拿着现金死死地坐着，这非常反人性，因为现金在贬值，通货膨胀在蚕食你的购买力。持有现金会让你感到焦虑，感觉自己在亏钱。你的朋友买了股票赚了钱，会来嘲笑你胆小，但你必须忍受这种焦虑。你必须明白，现金不仅仅是钱，现金是一张没有到期日的看涨期权，它赋予了你在这个世界哪怕明天就崩溃时，依然能从容挑选最优质资产的权利。当所有人都因为使用了过度杠杆而在崩盘中被迫抛售时，当你走进一家所有东西都打1折的奢侈品店时，你口袋里的现金就是皇帝。那一笔交易可能只需1次，就能奠定你未来10年的财富基石。只有在赢面极大时才下重注。如果我只有25岁，手头只有第一笔辛苦积攒的积蓄，我绝不会搞什么分散投资。
商学院的教授会告诉你，分散投资能降低风险，那是交给那些什么都不懂，只想平庸地保住财富的人的。对于想要改变命运的人来说，分散投资是对智商的稀释。如果你只有几万块，你把它分散到10个股票里，就算其中一个翻了倍，对你的生活有本质影响吗？没有。我会专注于我最了解的领域，我的能力圈，我会花大量时间去研究，直到我比在这个领域里的90%的人都懂。一旦那个在我的能力圈内，价格极低，风险极小，回报极高的机会出现，也就是那个甜蜜区的球，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积蓄全投进去。听起来很疯狂。不，你在地上看到100块钱，你会捡起来吗？你会说为了风险分散，我只捡50块吗？那是常识。当概率几乎是100%时，下重注不是冒险，是逻辑的必然。如果你一生中只能做20次投资决策，你会怎么做？你会极其谨慎，你会做足功课。相信我，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你的财富会远远超过那些每天都在做决策的人。但我知道，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判断个股太难了。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就去买那个国家的国运，也就是指数基金，但原则是一样的，不要在市场疯狂时买，要在市场血流成河，所有人都绝望时买，然后假装自己死了，持有它20年。年轻人，这就是如何防守和如何进攻。格栅理论，构建你的普世智慧操作系统，只有一把锤子的铁匠是可悲的。如果明天我一无所有，我唯一害怕失去的不是我的钱，甚至不是我的人脉，而是我的记忆，是我脑子里的那些思维模型。只要我的思维模式还在，我一点都不怕，因为我知道钱被掏走了很容易，但智慧是没人能拿走的。正是这份智慧，让我能从废墟中重建我的帝国。这就引出了最关键的一个变量：终身学习。很多人问我，查理，你为什么这么有钱？我总是回答，因为我是一个长了2条腿的书架。但我说的学习，绝对不是你们在学校里那种为了应付考试的死记硬背。学校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把知识割裂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学科。经济学教授只懂供需曲线，心理学教授只懂巴甫洛夫的狗，历史学教授只懂拿破仑的战役。当你遇到现实世界的问题时，你会发现现实问题从来不会贴着标签说，嘿，我是个经济学问题，请用第3章的公式解决我。现实世界的问题是复杂的、纠缠的。这就引出了那句我最喜欢的谚语，在手里拿着铁锤的人看来，世界就像一颗钉子。大部分人这辈子都是这种蹩脚的铁匠。搞营销的人觉得所有问题都是因为广告投得不够，搞技术的人觉得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代码写得不好，搞管理的人觉得所有问题都是因为 KPI 定得不对。这种单一思维是致命的，它会让你对现实产生极大的误判。如果我25岁，我想在商业世界里称王，我绝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只懂单一技能的专家。我会强迫自己建立一个多元思维模型格栅。什么是格栅？想象一下，你的大脑是一个仓库，如果你把学到的知识像堆杂物一样乱扔进去，那你什么也找不到。你需要一个架子，一个格栅。你需要把不同学科的核心原理，注意，是核心原理，
不是那些细枝末节安在这个格栅上。如果要我列一份必修课清单，即使我一无所有，我也会先去图书馆把这几门课补上。数学，特别是复利原理、排列组合和概率论。如果你不懂概率，你在投资时就是在瞎蒙。会计学，这是商业的语言。如果你看不懂财务报表，你就不知道生意是赚是亏。硬科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尤其是物理学的临界质量和冗余备份概念。生物学、进化论是理解竞争最深刻的模型，适应者生存，而不是最强者生存。心理学，这是重中之重。人类的误判心理学是搞懂市场疯狂和商业欺诈的钥匙。你必须知道重要学科的重要理论，并经常使用它们，要全部都用上，而不是只用几种。大多数人都只使用学过的一个学科的思维模型，比如说经济学，试图用一种方法来解决所有问题。鲁拉帕鲁萨效应，当力量叠加时，为什么要学这么多？因为我想捕捉一种超级力量，我管它叫鲁拉帕鲁萨效应，这是我自创的词。它的意思是，当几种来自不同学科的力量共同作用于同一个方向时，你得到的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核爆炸般的非线性放大。举个例子，为什么可口可乐能卖遍全世界？生理学，糖分和咖啡因提供能量和成瘾性。心理学，巴甫洛夫联想把快乐的场景，如节日聚会和这种褐色液体联系起来。社会学，社会认同，别人都在喝，所以我也要喝。经济学，规模效应，产量越大，成本越低，分销网络越强。当你能像这样用格栅思维去分析一个生意时，你就拥有了上帝视角。你不再是盲人摸象，你是拿着 X 光机在看透本质。如果我25岁，我会每天坚持做这件事，每天至少留出2个小时来读书和思考。无论工作多忙，无论生活多累，这是雷打不动的。我会把这段时间卖给自己。我会读那些已故伟人的传记，富兰克林、李光耀、洛克菲勒。我想知道他们在绝境中是怎么思考的。我会研究那些失败的案例。大多数人只盯着成功者，我只盯着失败者。我想知道他们是在哪里掉进坑里的，然后我会插个牌子，查理，永远别去那里。这种学习就是在给你大脑的操作系统打补丁，升级内核。刚开始你可能觉得没什么用，也不太懂心理学的原理怎么帮我卖东西，但5年、10年后，复利效应会出现。你会发现你的判断力变得惊人的准确。别人看到的是混乱，你看到的是因果；别人看到的是风险，你看到的是错误定价。别人还在迷雾中摸索，你却能一眼看到出口。这种洞察力是你赚大钱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时代，认知才是唯一的硬通货。终局，财富的真正意义是说不的权利。我们到底在奋斗什么？现在让我们快进。假设你听了我的话，你通过极其靠谱的人品赚到了本金，你通过极度节俭的护城河守住了本金，你通过狙击手式的投资让财富实现了飞跃，你通过终身学习让你的智慧配得上你的财富。现在你是个富人了，你坐在豪宅里看着银行账户上的天文数字，然后呢，这一切的终点是什么？如果你的答案是
我可以买法拉利了，我可以换个年轻的老婆了，我可以去米其林餐厅羞辱服务员了，那么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依然是个穷人，你只是个有钱的穷人，你的灵魂依然贫瘠，你依然被虚荣、自卑和欲望奴役着，你并没有翻身，你只是换了一种被奴役的方式。年轻的时候，我也渴望变得富有，但我发誓，我渴望财富绝对不是为了买法拉利。虽然我现在买得起一打，我手里只要有一本书，我不管在哪里都会很快乐。我渴望致富，不是为了拥有昂贵的玩具，而是为了拥有独立。去你的基金，我追求财富，是为了追求一种自由。我管这种自由叫做去你的自由。我想在任何时候都能对我不喜欢的人、我不喜欢的事、我不认可的制度，理直气壮地说一句：去你的，我不干了。我想有能力让那个不道德的客户滚蛋，哪怕他给的钱再多。我想在面对老板的不合理要求时，能把辞职信甩在桌子上，而不用担心明天的房贷。我想在看到某种社会愚蠢现象时，能大声说出真话，而不用担心被封杀或断了生计。我想按照我自己的道德标准，我自己的节奏去生活，而不是被迫活在别人的剧本里。这种自由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奢侈品。当你一无所有时，尊严是很脆弱的。你得忍受老板的坏脾气，忍受生活的逼迫，为了生存低头哈腰，这不丢人，这是生存。但当你有了财富，你就有了铠甲，你可以在阳光下随意散步，可以花一个下午静静看本好书，也可以去钓鱼，去思考，去陪伴家人。你不需要再为了取悦任何人而戴上面具。这就是彻底翻身的终极意义，不是让你变得更贪婪，而是让你变得更真实。过程即是奖励。最后，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在整个财富积累的过程中，你最大的收获其实不是最后那堆钱。是为了赚钱，你把自己打磨成了那个极其靠谱、守信的人；是为了守住钱，你把自己修炼成了那个自律、克制的人；是为了投资，你把自己训练成了那个理性、冷静、有耐心的人；是为了持续增长，你把自己进化成了那个博学、睿智的人。这些品质已经融入了你的血液，重塑了你的骨骼。即使有一天上帝跟你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把你所有的钱都夺走了，就像文章开头假设的那样，你也不会害怕，因为那个可靠、克制、有耐心、聪明的你依然屹立在那里。你不需要从头再来，因为你从未失去真正重要的东西。你总能在废墟上重建摩天大楼，这就是反脆弱，这才是真正的财富。最后的叮嘱年轻人，我知道现在生活很难，我知道通货膨胀在抢劫你的积蓄，高房价在压弯你的脊梁，阶层固化让你觉得前途无望。你可能觉得我这样一个坐在云端的老头，喝着可乐，说着漂亮话，根本不懂你们的痛苦。但请相信我，我也曾年轻过，我也曾经历过战争、大萧条、个人的悲剧和破产的边缘。我也曾一无所有，也曾绝望过。但我没放弃，我没走捷径，也没抱怨。我只是笨拙的一步一步地做正确的事，承认无知，努力追求常识，极度诚实，终身学习。
这听起来很慢很笨，一点都不性感，但其实这是最快到达顶峰的路，因为在这条路上不拥挤，大多数人都去挤那条名为投机和走捷径的独木桥了，并在那里落入深渊，而这条通往智慧和理性的康庄大道反而空空荡荡，任你奔跑。所以如果明天醒来你一无所有，别哭，洗把脸，穿上你最干净的衬衫，准时出门去找工作，哪怕是最普通的工作，也要把它做成艺术。买本书，哪怕是最基础的那种，认真读完，存1块钱，哪怕是最少的那点钱，当成希望的种子。从今天起，做你自己的救赎者，每天晚上睡觉前，努力让自己比早上醒来时聪明一点点。如果你能坚持这样做，不错过任何一天，即使你起步很慢，你最终也会得到你应得的东西。当你迈出第一步，你会发现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现在你有了可靠的人格作为地基，有了护城和保护的本金，也有了狙击手式的投资策略，你大概率会变富。但这就结束了吗？还有一个最可怕的变量我们还没谈，这个变量决定了你能不能看懂那个甜蜜区的球，决定了你能不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被时代淘汰，甚至决定了你到底是一个智慧的富人，还是一个仅仅有好运的暴发户。